提到二战德军的坦克王牌，不少人第一反应会想到米歇尔·魏特曼。在1944年的波卡基村战斗中，魏特曼指挥德军101重型坦克营，以损失6辆虎式坦克的代价，击毁了英军25辆坦克、14辆半履带车和14辆通用载具，打得英军怀疑人生，让英军彻底患上了恐虎症。在今后的各种进攻中，英军变得小心翼翼，看见任何被怀疑是虎式坦克的目标，就赶忙呼叫空中支援。魏特曼凭此一战被授予了乡野保健骑士铁十字勋章。波卡基村之战也成为了装甲战的经典案例。当你以为击毁138辆坦克的魏特曼就是德军装甲兵的巅峰时，雅迪安超人会用实际数据告诉你，这儿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卡尔尤斯来给他们唠一手。奥托·卡尔尤斯是公认的德军第1号坦克王牌，同时也是整个二战时期世界第1号坦克王牌。他的战绩是共计摧毁178辆坦克和130门火炮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东线完成的。你很难想象，看上去如此羸弱的小个子，开上坦克后会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战神。卡尔尤斯于1922年出生于德国莱茵兰州。高中毕业后，卡尔尤斯2次主动参军，都因身体过于瘦弱、体重不足而被拒绝。用国防军的话说，体重不到100斤还想开坦克。后来随着战争的爆发，卡尔尤斯还是被编入了第104步兵替补营。但卡尔尤斯可不想只当步兵，他的梦想是开坦克。经过训练，卡尔尤斯成功转入第7装甲预备营，成为了一名 PNZR-38T 坦克的装填手。1941年，卡尔尤斯随军参加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。在东线待了1年后，卡尔尤斯晋升为少尉，并以熟练士兵的身份进入军校学习。1941年8月，卡尔尤斯再度回到德国，接受了坦克驾驶员和军官培训，随后又到第21装甲团重服役。此时的卡尔尤斯已逐渐展现出过人的坦克驾驶技术。1943年，卡尔尤斯通过了选拔，正式成为德国新型武器虎式坦克部队的一员。德国对虎式坦克寄予厚望，虎式坦克的操作员都是在德军一线部队中选拔的，技能和战斗经验都十分丰富的精英士兵。精英与精英的组合，使得虎式坦克部队成为了德军手中最锋利的剑。在德军502重型坦克营，卡尔尤斯展示着自己的战斗才华。1943年10月，卡尔尤斯的虎式出现了故障，并遭到12辆 T-34的围攻。卡尔尤斯和机组人员迅速排除了这个故障，并在激战中摧毁了敌军10辆坦克。1944年2月，卡尔尤斯击毁了4辆苏85坦克歼击车。在北部区域，卡尔尤斯又击毁了总计12辆 T-34坦克和 KV-1 重型坦克，继续扩大着他的击毁记录。卡尔尤斯的成名之战当属在马利诺沃村之战中重创了苏军精锐。1944年6月，502重装甲营第2中队被派到拉脱维亚的多瑙堡协助防御，卡尔尤斯任第2中队的代理指挥，全队仅有5辆虎式坦克。为了阻击苏军，卡尔尤斯率队来到了一个名叫马利诺沃的小村子，整合了附近的友军后，卡尔尤斯手中的虎式坦克达到了8辆。当时第270步兵师的残部正在仓皇撤退，各种卡车、半履带车和摩托车堵在村西的小路上。卡尔尤斯和科舍尔少尉开了一辆吉普车前去侦察，途中遇到了270师黄鼠狼自行反坦克炮部队的一名军官。军官告诉他，苏军有90到100辆坦克正在朝这里开来，现在他们正打算向南撤退，寻找师部增援。短暂的商议后，卡尔尤斯决定和苏军坦克碰一碰，以求击溃前锋部队，阻止苏军的进攻，打通马利诺沃村以南的道路，让270师残部和师部会合。具体战术是，卡尔尤斯和科舍尔率2辆虎式坦克进村，清扫敌军的重坦克群；宁施泰特少尉率6辆虎式坦克在丘陵地带掩护，随时拦截从村中撤出的苏式坦克。两股部队保持密切的无线电联系。安排妥当后，卡尔尤斯和科舍尔驾驶2辆虎式向村子全速冲去。卡尔尤斯的第217号在前，科舍尔的213号距离150米跟进掩护。苏军完全没有料到刚刚溃败的德军会迅速向他们发起反攻，顿时方寸大乱。在村口，苏军的2辆 T-34-85重型坦克调转炮口对准217号，却被背后的213号连发2炮当场击毁。进入村庄后，卡尔尤斯降低车速，小心搜索。突然，一辆身管很长、拥有流线型炮塔的重型坦克从卡尔尤斯的右前方冲了出来，是苏军刚在东线出现不久的 IS-2重型坦克。
据卡尔尤斯回忆，这是他头一次见到这种坦克，整个车组人员都大吃一惊。IS-2坦克和虎王坦克长得比较像，它拥有一门可怕的122毫米炮。在交手中，卡尔尤斯发现这种坦克装甲厚、火力强，却不适合与虎式坦克近距离周旋。短暂的紧张过后，217号的车组人员马上像上了发条一样运作起来。他们迅速旋转炮塔，开火击毁了这辆 IS-2重型坦克。但危机还没有解除。卡尔尤斯在灌木遮挡的远方发现了苏军坦克的踪迹。苏军坦克没有发现他们，而是匆匆向村子西面开去。卡尔尤斯判断，苏军肯定是在村子东侧集结。刚才的坦克以及被自己击毁的坦克，都是想绕到西面对己方部队进行合围的。于是，卡尔尤斯通知村外的虎式坦克，用火力牵制向西迂回的苏军，同时召唤科舍尔靠近。2辆虎式以并排方式向苏军最有可能集结的地方开去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苏军的重坦克部队正在和270师残部远程对射。卡尔尤斯和科舍尔马上进入最佳战斗位置。虎式坦克的主炮发出隆隆怒吼，苏军的 IS-2重型坦克注意力都在村外的德军残部身上，根本没有料到背后会杀出2辆配合如此默契的虎式。本应势均力敌的战斗，很快演变成了苏军坦克的溃败。卡尔尤斯用2辆坦克击溃了苏军17辆坦克，其中2辆是新式的 IS-2重型坦克。卡尔尤斯的虎式坦克则取得了击毁敌人10辆坦克的好成绩。但苏军也不是毫无机会。村口站岗的 T-3485坦克在被毁前，将卡尔尤斯坦克进村的消息通知了苏军。苏军一些坦克开始绕到村南，准备给卡尔尤斯来一个包抄。但苏军的计划似乎总在卡尔尤斯的预料之内。苏军坦克刚绕到外围，就被埋伏在村外的宁施泰特少尉的6辆虎式逮了个正着。整场战斗演变成了虎式坦克对苏军坦克的猎杀。苏军坦克一步步跌入了卡尔尤斯精心设计的陷阱。没过多久，卡尔尤斯这8辆虎式就扫清了马利诺沃村，德军步兵师被截断的部队得以迅速穿过村庄向南撤退。卡尔尤斯很清楚，苏军的坦克部队大都是从东面开来的，于是他命令所有的虎式坦克集合，赶往战区东部。在一片拥有丘陵掩护的地区，卡尔尤斯命令8辆虎式伪装起来，静静地等待后续的苏军坦克部队。果然，在傍晚时分，卡尔尤斯的虎式坦克群迎来了东方大路上开来的苏军坦克群。苏军得知先锋部队在村庄遭受了袭击，但没有料到德军坦克已经开到半道上来截击他们。躲在暗处的虎式坦克瞄准目标后精准射击，让苏军坦克顿时乱作一团。卡尔尤斯采用了经典的掐头去尾打中间战术，苏军坦克群被前后报废的坦克堵住了去路，在虎式坦克88毫米主炮的怒吼声中，变成了一辆一辆的废铁。马利诺沃村之战与魏特曼的波卡基村成名战相比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卡尔尤斯指挥的虎式坦克在完全劣势的情况下，不仅取得了全胜，自身还没有损失1辆坦克。更加难得的是，与虎式坦克进行对战的是苏军强大的 IS-2重型坦克。卡尔尤斯的对手则是苏军精锐的第一近卫坦克团，其战斗力可不是盟军装甲火力贫弱的克伦威尔坦克、希尔曼坦克能够比拟的。与卡尔尤斯搭档的战友，比如博尔特和科舍尔，也都是德军大名鼎鼎的坦克王牌。他们分列在坦克王牌的第2、第5位。这是一场硬碰硬的精锐与精锐之间的对战。卡尔尤斯能够获胜，除了与博尔特、科舍尔之间的默契配合外，对战场形势的判断和决策也至关重要。卡尔尤斯不会斗狠斗勇，也不会乱打乱撞。在战斗开始前，他会想尽办法了解敌我态势，再根据具体的战场条件，创造出适合己方的战略战术。这是一位冷静、大胆、果断又善于指挥的王牌车长。1944年7月，卡尔尤斯和队友乘坐一辆吉普车进行战场侦察，不料遭遇了苏军埋伏。卡尔尤斯和队友夺路而逃，他被至少6颗子弹击中，完全失去了知觉。所幸队友听到了枪声，赶忙开着坦克前来救援，将卡尔尤斯从死神手中救了出来。卡尔尤斯被送到了战地医院，经过2周时间的治疗，卡尔尤斯得以重返战场。1944年8月，卡尔尤斯转赴新成立的装备猎虎坦克歼击车的陆军512重坦克营，任第2连的指挥官。他的部队被派到西线抵御盟军进攻。猎虎坦克歼击车装备了一门取自蜀式超重型坦克的128毫米火炮，可以在盟军绝大数火炮范围外轻松击毁任何盟军坦克。卡尔尤斯指挥猎虎坦克歼击车又取得了击毁50多辆美军坦克的成绩。卡尔尤斯曾表示，东线的战斗难度要大于西线，5个苏联人比30个美国人还厉害。不过猎虎歼击车也不是毫无缺点，卡尔尤斯对猎虎的火炮行军锁定器大为不满。在好几次遭遇战中，卡尔尤斯无法冒着弹雨下车开锁，以至于不能正确开炮。
险些送出性命。而且此时德军的战局已经十分艰难。1945年4月，德国国防军战败，卡尔尤斯的连队被打得只剩下6辆坦克，他们选择摧毁这些坦克，向美军投降。卡尔尤斯也成为了为数不多的能够幸存到战后的德军装甲兵王牌。战争结束后，卡尔尤斯定居在黑尔施维勒佩特斯海姆，经营着一家名叫老虎的药店。他还是对心爱的虎式坦克念念不忘。年轻时候的杀戮和年长之后的救赎组成了一个特殊的黑色幽默。2015年，这位世界坦克王牌在家中逝世，享年93岁。卡尔尤斯著有回忆录《泥泞中的老虎》，供人们回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。好了，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二战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